Hello，咪咕视频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罗一舟。我觉得大家有2点是可以期待的。第一点呢，就是非常全方位的去诠释了中轴线的魅力，在这个节目当中，从中国美、中国音、中国味、中国魂4个大角度全方位的切入和详细的展开，可以说这个节目呢是中轴线上的文化魅力一角的展现。第二点就是，其实做这个节目的所有的节目组的老师们非常用心，并且在这个单院长的带领下，能够有机会去了解到平时可能没有机会去那么详细了解到的文物、传统建筑背后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或者说又很浪漫的不同感受的故事。我特别开心来这样的文化类的节目，就是一个学习上课的过程。当然有不一样，因为这一次的登场了北京中轴线是节目的 Plus 版嘛，它加入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就是时空列车的时空穿梭功能。讲的就是说，你拿着时空火车票到时空站台，经过列车员的检票之后呢，进入这个时空列车，你就可以传送到任何的一个年代，也可以把历史长河中各个时期的名人先辈请到咱们的时空列车上，跟他们进行一个同时空的交流和对话，所以这是非常神奇且强大的一个功能。原来呢，肯定是画面感是第一位啊，因为我们首当其冲看到的就是中轴线上笔直的这个规划上面的传统建筑啊，像天安门、故宫、景山，那边南边是永定门，在北边钟鼓楼，像这样的一个大家肉眼就可以看到的这样的景象啊。那么上完课之后啊，更多的理解就发现，其实中轴线的钟不仅仅是表象，同时它还蕴含了这个传统文化里面的最核心的那一部分。从中轴线变方正位的这一根立木开始，到后面有了很多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所有的体系都开始慢慢的诞生，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有人坚守着去传承它，使这一整套的文化瑰宝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善啊，并且现在还在迅速的发展当中。特别多，最强烈的感觉是震撼啊！有趣呢，就像这个老北京歌哨，我还是第一次近距离的看，因为原来更多的都是在看一些老电影的时候会听到那个声音，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这个老北京的歌哨它具象下来是什么样的。我想象当中呢，它是比较简易的一个形状，但是发现不是，确实是有工匠精神的艺术创作啊，非常的精细且巧妙啊，而且各种款式，真的是那个时候的人们把这个娱乐生活确实丰富的是多姿多彩。看完那歌哨，我觉得一下啊，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这么潇洒的玩法。就孙艺姐呢，是一直是非常温柔并且很有耐心的、很善良的一位姐姐。大家因为是第2次合作嘛，相对来说更加的熟悉，沟通起来可能更加的自然。对，因为我们可能都是属于那种一开始见面就相对慢热的人。完全不一样啊！我没有接触到的时候，其实单院长因为他的履历是非常非常的优秀且耀眼的，我想象当中的老单啊，应该是不苟言笑的，是比较严肃的长者的那种姿态。但是从他要求我们必须要叫他老单，不许称呼他为单院长或者单老师开始，就已经能够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了，是一个非常年轻心态的年轻人。昨天我们还聊天呢，说他呼吁大家都按照公岁来计算，所以他称呼自己，我今年34.5公岁，
那个是我成长当中的中轴，所以说其实中轴线的理解可以是多个角度的啊。因为我们小时候上课的时候，这个走队列、齐步走、唱军歌，然后到教学楼前点名，再进教学楼，这一整个的路线都日复一日的是走在我给大家拍的那条中轴上的，所以在那条中轴上面承载了我个人很多的记忆。大家就称呼我就是一周就好啊，我就更希望我未来能够让我的作品更被大家所熟知。于和伟老师，确实，因为我很喜欢于老师创作的刘备和曹操，因为首先我个人对于三国这段历史以及《三国演义》的这些内容很感兴趣，然后并且看很多个版本的三国，就是有小人书版，有注音版，有现在这岁数可以阅读的版本，所以看到他的演绎之后，我也期待能够成为像于老师那样的演员吧。哎，这我也着急好久了，我特别想让自己早点能够把这音乐作品跟大家见面啊！我自己呢是从去年就开始着急琢磨这事儿。我首先第一步，嘿，是个好点子，邀请我们老单来感受一下演唱会的这个现场。我特别想有线下的演唱会，特别想以这个载歌载舞、唱歌跳舞的方式跟大家多见面。哎呦！那是我的梦想，那是我的理想啊，是未来希望能够有一天能够实现吧。可以在，不敢说了这个。会看他们写的信，他们的叮嘱呢，就像我举个例子啊，像我家里人也是，我爸爸妈妈也是，打电话的时候总会说要别冻着，别着凉，注意身体，啊，多吃水果，对吧？平时要照顾好自己。实际上呢，这些言语就是最好的，这也是最真情实感的惦念了。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非常好的鼓励和动力。精彩、传承、创造，心宽体胖，倍儿帅。我就说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阳光开朗，可爱，温柔，善良，懂我，自信，探索，拥抱未来。这一趴心跳加速了，真可以。